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鞠婧祎白纱红妆杀疯了，花雾间清冷又魅惑，这才是古偶天花板。近日，一组来自鞠婧祎新剧的古装剧照在网络上悄然流传，随即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视觉震动。没有任何预热，没有任何宣传铺垫，仅仅是几张静静立于红花白雾间的照片，便在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等各大平台同步引爆，话题词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热搜，评论区在短短数小时内便被数以万计的留言淹没。网友们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溢美之词，与 quote 从画里走出来的人，与 quote 这才叫古典美人天花板，与 quote 内娱古偶还有对手吗？与 quote。 而这些词语放在这组造型面前，竟然一点也不显得夸张，甚至还有几分克制的意思。这一切究竟是一组怎样的造型，能在瞬间击穿无数人的审美防线？先从那一身白说起。鞠婧祎这次的戏服以白纱为主体，但这里的与 quote 白与 quote并不是那种干净利落、简单明了的纯白，而是一种带着呼吸感的白，薄如蝉翼，轻若烟云，在光线的照射下隐隐透出肌肤的温度，像是把整个人包裹在一层刚刚凝结的晨雾里。面料本身的飘逸感极强，层叠的裙摆随着人物的每一个细微动作而流动，像是山间的流云，又像是水面上被微风拂皱的倒影，轻盈而不失重量，虚幻而不失质感。更绝的是，这件白纱并非那种一眼看穿、一览无余的简单款式，而是在层叠之间藏了无数细节，裙摆的走线、衣袖的垂落、腰间若有若无的收束，每一处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制作团队的用心，也在无声地放大着穿着者本身的气质。当他轻轻撩起一角裙摆，那一刻，白纱飞扬，整个画面仿佛脱离了现实的重力，成了一幅被风吹动的工笔画。与这一身白相映成趣的是他那一头黑到极致的长发，乌黑、柔顺、如墨染丝绸，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，几乎就是为了形容这头发而生的。发丝顺滑地披散在肩后，发尾略带一点自然的弧度，不是刻意烫卷，而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微弯，像是被微风在某个慵懒的午后轻轻拂过。几缕碎发悠然地贴在脸颊边缘，既没有凌乱的散漫感，也没有过度设计的刻意感，只是这么若无其事地落在那里，却偏偏为整张脸增添了一抹柔媚的气息，让原本可能显得过于冷冽的五官多了一丝温度。发间点缀着几片花瓣，红色的、白色的，随意却精准地嵌在墨发之间，仿佛是从头顶那棵不知名的古树上自然飘落，又仿佛是有人刻意为它加冕，而那个人正是时间与命运本身。如果说白纱是这组造型的与 quote， 底色与 quote， 墨发饰与 quote， 框架与 quote， 那么红妆与红甲便是整幅画面最致命的点睛之笔。眉如远山，眼如秋水，这两句老话放在这里，竟然不觉得俗气，反而觉得精准。它的眉形细而有弧度，像是工笔画里用最细的笔尖一笔带过的远山轮廓，含着淡淡的黛色，沉稳而不张扬。眼尾的处理是整个妆容里最有戏的一笔，微微上挑，仿佛藏着一个尚未说出口的秘密，明明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却让人觉得他的眼神在说话，在问你，在邀你靠近，又在笑着拒绝你。唇色是淡绯色，不是大红，不是正红，而是那种介于粉与红之间的微妙色调，像是刚刚啜了一口梅子酒，染上了一点果实的温度，淡而不寡，柔而有力。额间一枚小巧的花钿，细致地贴在眉心上方，在雪白的肌肤上留下一个精致的印记，像是某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符文，又像是某个秘密的标记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细看。而指尖那抹红，才是整组造型里最让人移不开眼的存在。红甲鲜亮、饱满，却绝不俗艳。那是一种有分量的红，有历史感的红，在白纱与墨发的双重映衬下，显得格外夺目，
却又格外和谐。每当她的手轻轻抬起，指尖的红便在花雾之间若隐若现，像是燃在冬日里的一小簇火苗，慵懒、从容、温热，却又暗藏着一种随时可以燃尽一切的力量。白与红两种颜色之间的张力，在这双手上达到了某种近乎完美的平衡。谈到这组造型的审美逻辑，其实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内在线索：对立与融合。白纱的清冷与红妆的热烈，看似南辕北辙，实则在同一张脸、同一个身影上完成了最难得的和解。白色代表着某种出尘脱俗的气质，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，是不染尘埃的孤傲；而红色则截然相反，它是热烈的，是人间的，是充满欲望与生命力的颜色。这两种颜色在审美上的对立，在传统配色逻辑里几乎是一种冒险。但这组造型却将这个冒险变成了惊喜，正因为有了红色的点缀，白纱的清冷不再是一种拒绝，而变成了一种更加迷人的距离感。正因为有了白纱的底色，红妆的热烈不再显得张扬，而变成了一种内敛的、克制的美。两者相互成就，相互激发，让整个造型拥有了一种单一色调永远无法实现的层次感。而这种层次感也体现在人物本身的气质呈现上。不笑时，鞠婧祎的眉眼带着一种天然的清冷疏离感，像寒月悬于高空，可望而不可及，明明就在那里，却让人觉得遥不可及。而当她微微垂眸，或是嘴角轻轻牵动，又会瞬间切换到一种温婉灵动的状态，柔软的让人想要靠近，又让人不敢惊扰。这种一静一动之间的自如切换，不是靠化妆师和服装师能够完全打造出来的，它更多的来自表演者本身对人物气质的理解与内化，来自长期以来对古典美学的积累与感悟。一个没有这种内在积淀的人，穿上再华美的戏服，也不过是在扮装，而鞠婧祎却能让戏服成为她气质的延伸，让造型成为她故事的一部分。这当然不是鞠婧祎第一次以古装造型震动网络，熟悉她的观众一定还记得《岳林奇迹》里那个白发狐妖的形象，银白长发，眼尾带煞，半人半妖的气质被她拿捏得游刃有余。那个造型在播出之后迅速成为现象级的视觉记忆，被无数人截图收藏，反复回味。彼时，网友们已经在感叹与 quote 鞠婧祎天生就是为古装而生的与 quote， 而这一次的白纱红妆，在那个基础上又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如果说白发狐妖走的是超然于世的与 quote 妖异路线与 quote， 那么这次的造型走的则是更加入世的与 quote 人间角色路线与 quote， 少了一些异世界的神秘感，多了一些可以让人心疼、让人动情的柔软与脆弱。两种路线，两种极致，却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诠释。回望他这些年来的古装造型历程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不断向上延伸的成长轨迹。早期的他清甜可人，更多的依赖五官本身的优势。随着经验的积累，他开始学会用眼神说话，用微表情讲故事，让每一组造型都带有更强的叙事张力。而到了如今这个阶段，他已经能够主动地与造型师、摄影师配合，在整体视觉呈现上发挥更为主动的作用。那种与 quote 人与造型融为一体与 quote 的状态，是需要时间沉淀才能达到的境界，而他正在越来越稳地站在那个境界里。网络上的反应几乎在照片流出的第一时间就炸锅了。微博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在不到24小时内便突破了数亿，讨论帖一条接一条的刷新，从普通网友到资深剧评人，从路人到铁杆粉丝，几乎所有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感受：这组造型太绝了。与 quote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白纱造型与 quote 与 quote国偶女主天花板级别的颜值气质，内娱目前找不到第二个与 quote 与 quote 妆发、服装、拍摄、后期每一个环节都是满分，整体效果更是远超满分与 quote。这些评论在评论区被疯狂点赞，滚动着向上刷新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共鸣场域。
抖音上，各种以这组照片为素材的二创视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有人配上悠扬的古典琴曲做成慢动作剪辑，有人将照片做成古风漫画风格的转场效果，还有人干脆把不同造型的他并排放在一起做成对比视频，用画面说明他在古装审美上的一以贯之与不断突破。每一条这样的视频都在以另一种形式放大着这组造型的影响力，让更多从未关注过他的人也开始停下手指，点开主页，问一句：这是谁？小红书的美妆博主们则迅速跟进，开始从专业角度拆解这次的妆发细节，分析花钿的选择、眉形的处理、唇色的调配、甲油的搭配，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讨论。而越是深入分析，越让人感慨这次造型团队的专业与用心。有博主感叹：与 quote， 这不只是好看，这是一整套完整的东方美学表达。每一个元素都有它存在的意义，放在一起才能成就这个效果，缺了任何一块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与 quote， 甚至在海外平台上，这组照片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。X 原推特上有海外用户截图转发，配文与 quote Ancient Chinese Beauty Standard 与 quote， 收获大量点赞与转发。YouTube 上也出现了专门介绍这组造型的频道视频，在海外古风爱好者群体中引发讨论。东方美学的魅力再一次以这种方式越过语言与文化的壁垒，抵达了更远的地方。一组造型能做到的，已经远不止于与 quote， 好看与 quote 两个字。鞠婧祎这次的白纱红妆是一次关于东方美学的完整表达，她用白色诉说了纯粹，用红色诉说了热烈，用花雾诉说了朦胧，用静默的站姿诉说了等待，用那一双红甲的手诉说了隐藏在柔软之下的力量。这些元素单拎出来，每一个都足够精彩，而当它们被组合在一起，被鞠婧祎这个人穿在身上，立在镜头前，便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，生成了某种无法被简单定义的美。它超越了与 quote 好看与 quote 的范畴，进入了与 quote 令人动情与 quote 的领域。这样的造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的入口，它让人想知道穿着这身白纱的女子究竟藏着怎样的过去，走向怎样的未来，那双红甲之下究竟握着什么，那双清冷的眼睛深处究竟住着什么样的执念与柔情。而这些问题大概只有等到新剧播出的那一天，才能在漫长的故事里慢慢找到答案。白纱如云，红妆如火，花雾如梦，这样的鞠婧祎已经不需要任何语言去解释她的美丽，她只需要站在那里，让画面说话。而那些看到这组照片的人，心里大概都藏了同一个念头：这部戏我一定要看。